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在此之前，习近平访问美国，还跟美国非常重要的商界人物进行晚宴。那这个事情呢，引起美国反共人士的担忧，也有美国的政客表示要求这个主办方提供名单，看看都有谁去舔习近平，去支持一个独裁专制，甚至进行种族灭绝的国家。那么好，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担忧。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物他们见习近平，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人数少得可怜，就是那么几个非常大的企业，而且把这个中国当做主要的生产基地和这个消费市场的这几个大型公司，其实绝大多数这个美国企业都没有兴趣来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去见的都是极少数比较代表性的那么几个。屈指可数，就是叫出名的这些企业，他们全部加起来，他们的市值在美国也是星星点水。有些人他们参加了，但是不愿意出现在这个镜头前啊，就是特别嘱咐说不要拍到我，就是他们也知道不太好看，做事情做成这样啊，藏着掖着，偷偷摸摸，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也长久不了。像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人，他们买了票，表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但是怎么样呢？马斯克连晚宴都没参加，就是他参加这个招待会见了一下，然后晚宴溜了。还有就是扎克伯格，他连去都没有去，虽然买了票，就是表示了友好，但是人没出现。所以说，很多人其实也是一心二意的。其实我们再补充第三点，他们这些人很多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就是表面上他们还要跟中国搞好关系，毕竟在中国还有一些利益。这些利益说少也不少，但是说多也不多，所以说他们要去，但是他们私下里在干什么？在紧急的撤资，不断的在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并且在中国赚到的钱要陆续的汇出去。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在今年第二季度，针对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对冲基金，一共有6亿4700万的净流出，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6亿多资金从中国净流出 ，OK， 但是你说那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加息，所以说这些美元都回流呢？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却有超过10亿美元是对整个新兴市场的净流入，这你怎么解释？对吧？如果说大家都在撤资，那么没关系啊，其他国家也被撤资了，但问题是只有中国撤资净流出，但是其他的国家，什么越南啊、印度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全都是净流入，这些对冲基金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反而在不断加大力度，那这个数据就摆明了告诉我们，大家在撤出中国，中国是他们想要退出的市场，他们越来越不看好中国的发展。确实啊，2021年到现在大概2到3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focus 在中国企业的这些对冲基金，他们的总市值已经暴跌了40%，就等于是几乎腰斩。这些华尔街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上面损失如此之惨重，你觉得他们还继续在中国投资吗？对吧？虽然有些人会继续的骗你，就是说现在价格很低啊，中国的股票很好啊，你现在买了之后啊，这个可以抄底啊，有人可能会这么说，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清醒的，就是还是知道说，我们如果有更好的一些去处，这资金如果有好的去处，肯定不会首选中国了。我其实还可以举更多数据来证明，比方说对新兴市场的总投资，一共有1048个比较活跃的基金，在今年头7个月，中国占了 24.7%， 这个比例其实不小，毕竟在新兴市场也就那么几个国家，对吧？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占最大的部分，但是它的所占的比例仍然在下跌，到今天为止已经跌了 3.2%， 就是在这些基金当中的比重。那么最近这2天也有一条消息，是马云决定撤出阿里巴巴的股票，其中卖掉大约价值 8.7 亿美元，这是马云所属的家族信托基金所拥有的公司，准备在明天10月21号做出的行动。因为有条消息出来，导致阿里巴巴的股票在昨天大跌，市值蒸发了近200亿美元。在10月17号，马云办公室发出了一个通知，说这个决定是一个长期计划，说目前马云坚定看好阿里，他仍然会坚定持有阿里股票，当前的股价也低于阿里的实际价值。那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吧？你一边在撤资，
然后一边跟我说我坚定的相信阿里的股票，这个股市一定看好。你看好为什么要撤资，对吧？你看好不应该追加资金吗？你是缺钱的人吗？难道不是应该你涨上去之后你再去撤资吗？所以他就是很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但是说的一套呢当然很重要，他也得说，因为有这么多人在看着他啊，他不得不要做这个表态，毕竟他还持有阿里的股票，毕竟他是阿里的创始人，虽然他不参与到阿里的实际业务当中了，已经被共产党给驱逐出去了，但是他还是个标志。他这么做，创始人对这个公司的信心都不足了，那其他人还能有信心吗？所以说股票蒸发200亿嘛，其实所有人都看得清楚，阿里最近这几年是跟整个中国的大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它的最高市值在2020年的10月份达到峰值，高达8300亿美元，但是现在呢还不到当时这个数字的1/4。另外，腾讯总裁在11月15号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个说法，他说美国对中国这个芯片进口的限制导致他们已经拿不到新的芯片了，就是说他们只能用现有的芯片，然后未来会寻求国产芯片。什么意思？大家看好你的 AI， 看好你的技术，看好你的大数据，可是如果你连芯片都拿不到先进的芯片，拿不到高效的芯片，你只能买那些低端国产芯片的话，那谁还看好你呢？对吧？谁还看好你能够引领这个 AI 的发展呢？所以当腾讯总裁讲出他目前遇到的困难导致股票大跌，但是他不说这个话呢，大家也会发现，所以说他说不说都一样，他就是想提前给大家打预防针，就告诉你以后到时候我缺芯片的时候别说我，因为是美国责任，美国不让我买芯片。这可见到时候这个腾讯也好，中国的这些企业也好，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麻烦只会加大。那么这个时候聪明人当然就立刻要跑路了。在深圳前海的一个私募基金的大佬叫张颖豪，他是洛克资本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在10月14号的时候有消息传出他已经跑路了。他在公司群里说了一句话，我要走了，你们也走吧。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彻底失联。我觉得这个人说明他还是有点良心的，虽然他最后没有办法要跑路，据说卷了12亿人民币，但是他好歹在公司群里还告诉大家都一起走吧，你们也跑吧。他不光自己跑了，还劝别人跑。但是你为什么要跑？这个能不能不跑，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办法，他已经懒得解释了，跟你们解释没有任何意义了，已经完蛋了，大势已去，对吧？所以说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跑。如果你不跑，那么你倒霉。所以他就说让大家一起跑。而他本人呢，不是一个小白 ，OK， 他也在这个创投圈，在这个私募圈里边摸爬滚打很多年。他曾经就任过高盛集团、平安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截止到2022年，他所创立的洛克资本这家公司的资产规模达到170亿元。据说他卷走这一部分钱，属于500多个投资人。那么他跑的话，我想也肯定是要跑到国外去，而且要转展很多国家。总之，想把他带回来也是非常困难的。说实话，这种事情对于共产党来讲，他肯定要打击，因为他不想人们把钱带出去。他不是怕你把韭菜的钱骗了，因为你骗了韭菜的钱，你赚的钱还是你公司还是得交税的，对吧？你还是要消费的。他不担心你骗钱的问题，他担心的是你把钱卷走跑路的问题。你带走人民币没有用，你肯定是换成外汇，还是会打击这样的情况就是把钱卷跑。但是说实话，在中国很多的渠道可以把钱卷走，因为它有很多的地下钱庄，有很多的贸易公司，对吧？你不可能说停止对外贸易，像朝鲜这样，你想卷钱当然卷不了了，对吧？你连换汇都换不了，但是你还得跟外国做生意，对吧？你只要跟外国做生意，你只要还继续的有一些市场经济的元素在，那么就会有人把钱带走，你是挡不住的。所以在技术上去围追堵截是没有用的，你只能让大家去增强对这个国家发展的信心。可是现在问题在于信心不足，大家越来越不看好，而且你很多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打击信心的，那怎么办？那就只能逃跑。所以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愈演愈烈，还会越来越多人逃跑。暴雷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是屡见不鲜就天天都会发生。所以我早就劝过大家，你有钱的话不要去轻易的投资。过去是什么10%几的回报率，这种就是大面积的倒闭、大面积的暴雷，对吧？然后有人说了，说你不要投资那10%几的2位数的增长的那种什么基金什么之类的，那都是假的，都是骗子。但是你选了一个回报率没那么高的，该跑还是会跑，该暴雷还是会暴雷，真的没有一个是让你放心的。哪怕放在银行，不好意思，你可能钱都取不出来，对吧？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在中国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变成了韭菜。
随时等待着收割。另外，在《金融时报》上边这两天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中国的崛起正在背道而驰。作者是前摩根斯坦利的新兴市场策略师，现在是洛克菲勒集团投资部门的老总。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一下这篇文章。他说，自从毛泽东时代，还没有见到中国像现在这样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他说2022年是中国在1960年代以后首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在减少，在过去这2年减少了 1.4%， 跌到 17%。 他说2022年到2023年全球经济从8万亿美元增长到105亿美元，在这增长当中，美国的增长贡献有 45%， 然后其他新兴国家的贡献是占 50%， 这里边中国的贡献为0。然后这新兴市场当中占最主要的有这么5个国家就占了其中的一半，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和波兰。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权力的转移。而且他说引用的这些数据都是中国官方的经济数据来计算出来的，并不是外界去评估的。也就是说，即使用了中国注水的 GDP 注水的经济数据，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说虽然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每年的 GDP 增长能够达到 5% 这个目标，看起来好像东升西降，但实际上他说进入劳动市场的新的劳动者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只有 2.5%。然后更不要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是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理由。中国人口将在未来35年下跌 10%。 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老龄化已经导致了中国的就业人口占全球的适龄就业人口当中的比例从 24% 下降到 19%。 当然后面也讲到中国的债务问题，这个是躲不过去的。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外资对中国工厂的投资在今年第3季度减少了120亿美元，这是自从有这个记录以来的首次下跌。他说现在全世界已经进入到了后中国时代，很多人以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是中国政府喜欢吹嘘的，中国崛起，战狼外交，厉害了我的国，伟大复兴，对吧？但是结果没撑几年，昙花一现。毕竟它的体制决定了改革开放走到了尽头。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中国国内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该怎么做？当然就是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加强对舆论的封锁，以及加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仇恨。上次我们讲到了，在上海万圣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奇装异服，表现出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讽刺，甚至批判。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反映说，这些在上海万圣节走上街头的人，几乎都被警方带走，进行笔录，进行调查。甚至有一个人他说他没有去万圣节的现场，只是转发了照片，结果被警察叔叔带走去做笔录。他说警察说我发的小红书有2张照片影响不太好，警察还告诉他说照片里的当事人都被约谈了。所以你看，过个节日 cosplay 你都有潜在的违法行为，他想要说你是寻衅滋事，你就是寻衅滋事。而且确实有人给他安上这个罪名，被拘留了。那么还有一条消息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广东的佛山市，当地的公安部门抓捕了一个组织，叫做岭南模拟联合国。这是发布在佛山社会组织动态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当中，说这个组织2021年7月成立，有名称、有章程、有组织架构，通过我省高校中学的模拟联合国社团组织策划学生进行有关敏感议题辩论培训等涉嫌非法活动，结果对这个组织进行行政取缔，而且还警告说社会组织要自觉抵制非法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发生关联。什么叫非法社会组织呢？就是你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你没有在政府那儿报备，你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可，你就是非法组织。但是呢，你就算经过了政府的认可，政府也可以随时取缔你，说你是非法组织。那这个组织很明显是针对高校的学生和中学生进行辩论培训，但是如果是直接辩论的话，会引起冲突嘛，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模拟联合国，就好像是在联合国在辩论一样啊。每个人代表某个国家，然后对着那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去进行发言，对吧？通过这种形式来进行这个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研究调查能力等等等等。结果这个组织现在被取缔啊，因为你谈论的内容是政府不想让这些学生知道的。你谈论了很多敏感议题，比如说国际事件，
这个事情，中国政府是希望年轻人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政府给他们灌输的声音。政府告诉他们哪个是正确答案，你必须站在政府给你指定的立场，按照政府的说法进行思考。除此以外都是错的，都是危险的，都是境外势力给你洗脑。所以用这种方式呢，就钳制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说，这个组织跑到大学、中学去培训大家有这样独立思考能力，政府当然不能容忍，所以把他们说成是非法社会组织。比如说，你模拟联合国辩论，你肯定是要代表不同的国家。万一你代表了美国，代表了以色列，结果你辩论着就发现了你所代表的美国的立场比中国的立场更有说服力，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岂不成了反贼了？不会再继续的跟党走，听党话了？那你在墙内的各种洗脑，不就是全都白费了吗？所以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容忍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一个拜习会就改变。大形势仍然是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中国内部的这种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外资也会不断的撤离，中西方进一步的脱钩。脱钩之后呢，在经济上脱钩了，那么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的冲突自然就会更愈演愈烈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建议是最诚恳的，就是润，没有别的办法，你改变不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不了世界的大局。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